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是否曾经在夜晚迷失过方向，越走越远，却始终找不到出口？你是否曾经历过走了很久，回头一看，眼前的景象却又变得如同起点，仿佛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？如果你曾经走在沙田的某些偏僻小路上，或许你也会遇到这种鬼打墙的现象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迷路，而是一种让人感到无法逃脱的灵异困境。无论如何改变方向，走的路总是那条相同的小道，明明已经走了很久，却总是回到了原点。是什么力量让迷失在这些地方的人无法找到通往安全的出口？难道真的是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，还是这片土地上藏着某种我们无法触及的神秘力量？今晚我们就来一起走香港沙田地区的鬼打墙事件，探讨着一连串神秘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沙田的郊区笼罩在一层沉默的阴影之中。小杨站在公交车站前，深深吸了一口空气，凉意直入肺腑。今晚的他没有同行的伙伴，只有相机和对未知地方的好奇心。作为一个年轻的旅行爱好者，他对这片人烟稀少的地方充满了期待，特别是那些城市外的荒僻小道，他们比大街上的喧嚣更能激发他的冒险欲望。一切都似乎很完美，直到他踏上那条幽静的小路。沙田这个看似宁静的小镇，常常被那些寻求静谧的人们遗忘，而对于小杨而言，这样的地方正是他所喜爱的拍摄对象。拍摄一些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角落，捕捉一下那些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遗迹和建筑，给他的旅行增添一种神秘的色彩。小杨拿起相机，穿过一片枯黄的草地，踏上那条狭窄的林间小道。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偶尔飘来的秋风带着几片枯叶摩擦着地面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陌生的气息。这种寂静甚至让他感到有些不安。远处的老旧建筑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更加破败，像是某种古老的墓地，静静地在时间的尘埃中等待被遗忘。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夜晚，小杨自言自语，试图将内心的那一丝不安压下。他掏出手机查看了一下拍摄的方向，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找到目标。没有街灯，只有昏黄的月光斜洒在他前方的路面上。小杨望了望四周，这里没有人影，整个小镇仿佛被世界遗弃，静得有些不自然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走了半个小时，他还是没有找到自己要拍摄的地点。四周的景象几乎没有变化，只有不时飘过的风打破了这份沉默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。再回头看去，那条小路延伸向远处，尽头似乎被一层薄雾所笼罩，看不清楚。小杨叹了口气，决定暂时放弃搜索，想要掉头回到最初的地方。他转身准备找回自己的路，可奇怪的是，眼前的景象竟然没有任何变化。那棵树依旧在那儿，路的弯道就像是他刚刚走过的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。小杨微微一愣，心底的疑虑开始升腾。我走了这么久，怎么会回到这里？他环顾四周，心头的异样感渐渐加重。小路两旁的树木依旧静静伫立，空气没有一丝变化，可他明明记得自己曾走得更远，为什么又回到这条起点路上？不对劲。小杨忽然感到一阵不安袭来，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他尝试继续前行，但不管怎么走，眼前的景象总是如出一辙。那条小道的尽头依旧有一块突出的石板，一棵老树，甚至是一只安静伫立的小猫，仿佛这些景象根本没有发生变化。小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自言自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恢复理智。他再次掉头走回同一个方向，期望能找到不同的景象。然而每次他转弯走上一段路，依旧回到了原点。这不可能，他忍不住加快了步伐。
开始疯狂地穿梭在这条小路上。每一次转弯，他都以为能见到不同的景象，但每一次都不过是那棵树、那块石板、那座不远处的废弃建筑，甚至那只小猫，仿佛他们是为他设下的某种诅咒，注定让他走不出这个地方。他停下脚步，呼吸急促，脖子处的寒意蔓延开来，恐惧在他的胸口翻涌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某种迷惑，无法逃脱这个圈套。再回头望去，自己走过的地方依旧是那片阴冷的荒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小羊低声呢喃，四周的寂静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压迫。心跳如鼓，脚步声回响在四周的黑暗中，直到他听见那种模糊的低语声，仿佛在耳边萦绕，却又难以辨认这条小道是一条死路，还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小羊的心跳加快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加重了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压迫感。他明明记得刚才那棵树，他曾经过它，甚至还想过要拍一张照片，但现在他似乎又出现在了前方，根本没有距离感，仿佛他一直在他的视线里，死死地追随着他。他愣住了，目光定格在那棵树上，那棵枝干斑驳，根部有些歪斜的树。记得很清楚，他刚刚还看到他在他走过的地方，可现在却又出现在了新的位置上，像是时光在他不经意间发生了错位。小羊再次转身，继续沿着小道走，打算尝试寻找自己一开始的路标。然而每转一个弯，眼前的景象却依旧是那么熟悉。那座破旧的建筑物，它像是从阴影中浮现出来的一座鬼屋，矗立在黑暗中。小羊本能地记得他曾经过这里，甚至想过要拍摄他的老旧外墙，但现在他依然在那里，仿佛永远不会离开。他愣在原地，心中一阵空虚。这不可能，他轻声嘀咕，心底的一丝恐惧悄然升腾。渐渐的，空气也变得更加沉闷，四周一片寂静，连一阵风也没有了。小羊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伸手擦了擦额头上隐隐冒出的汗珠。此时他突然意识到，连他自己的呼吸声都变得异常响亮，周围的世界仿佛变得无声无息，陷入一种压抑的死寂。他停下了脚步，迫切地想要弄清楚自己是否真的迷失了。习惯性地摸向了裤袋，拿出手机，屏幕上的信号标识已经变得毫无反应，显示出一片死寂的无服务状态。电池栏里仅剩下1%的电量，似乎正在迅速消耗。小羊焦急地点击着屏幕，但无论怎么操作，手机却毫无反应。最终屏幕彻底熄灭，仿佛在回应他的无力。他将手机放回口袋，抬头望向前方，眼前依旧是一片模糊的黑暗，小路上没有任何明确的标记，四周一片静默。每次他走得更远，心中的不安感就越加沉重，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对。小羊挣扎着回忆起他走过的路线，但越是回忆，越是感到混乱。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，每一个转弯，每一次抬脚前行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每当他试图想起之前的路标时，脑海中却一片空白，仿佛他从未走过那些路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同一个地方，或者这一切早已经脱离了他所熟悉的世界。小羊，你怎么了？他轻声对自己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自觉的颤抖。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四周的寂静让他无法忽视一丝微弱的声音，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低语。那些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小羊的心脏狂跳，目光四处扫视，但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只有他自己孤独的影子，被月光拉得长长的，沉重地投射在黑暗中。他感到有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引着自己，促使他继续前行。他不敢停留，不敢回头，生怕一旦停下，那个无形的怪物就会在背后出现。但无论走多远，周围的景象却一直未曾改变。小羊猛然想起一件事，他已经经过了这条小道上无数次相似的景象，那块散发着青苔的石板，路旁几乎枯死的灌木丛，远处有几栋年久失修的房屋。
他们的轮廓在月光下显得模糊不清，仿佛被时间吞噬了外表，却依旧静静伫立。怎么可能？小杨大声喊出声，声音在空旷的夜暗里回荡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周围的黑暗吞噬了他的声音，像是不存在一般，仿佛他从未存在过。恐惧感在他的胸口迅速膨胀，他的步伐开始变得急促而混乱。他努力想着自己怎么走到这儿，脑袋里一片混乱，连正常的思维都变得模糊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停了下来，前方又有一个转角。小杨深吸一口气，准备转过去，却在那一瞬间猛地停住了。他看着前方的路口，那是一条他完全没有记忆的道路，但路的两侧却有一棵树。奇异的从某种角度上看，它的形状与他已经经过的那棵树几乎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！小杨的喉咙干涩，他感觉自己的思维仿佛被困住了，所有的空间、时间和记忆都开始错位，重叠在一起。他不再敢走下去，一切都像是某种恶作剧，周围的一切像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改变了轨迹，形成了一个无尽的循环。他无论如何走，总是回到了同样的地方。他站在那里，突然意识到他永远也走不出去。小杨猛地停下脚步，脚步声在空荡的小路上回响。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着远处那道模糊的身影，一个人影站在弯道的尽头，仿佛只是空气中浮现出来的虚无。那人站得笔直，身影虚幻，眼神空洞，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的面孔模糊不清，但那种诡异的、难以言喻的氛围，让小杨的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寒意，心脏一阵猛烈跳动。小杨感觉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那个人影不动声色，却又紧紧凝视着他。随着他继续往前走，那人影仿佛在默默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眼中的空洞深处仿佛藏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怖。小杨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，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，步伐在空旷的小路上有些杂乱无章。然而，令人震惊的是，不论他怎么走，那个人影竟然也在不断的接近，仿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。每次他转过身，想要逃离那令人窒息的恐惧，眼前就又出现了那个身影，模糊的轮廓，冰冷的眼神。不可能！小杨低声喃喃，他的心跳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他感到一股压迫感把他包围了，每一个转弯，每一次加速，那个身影都紧随其后，就像是他无法摆脱的噩梦。小杨的脚步越来越急促，几乎是奔跑，而那身影也在他眼前迅速接近，变得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真实，仿佛只需要一瞬间，他就会出现在他身旁，触手可及。快走，快走！他几乎是拼命地催促自己，拼命想要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。他的双腿早已开始感到酸痛，但每一次试图远离那个身影，都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死循环。无论怎么转弯，无论怎么奔跑，那个人影始终紧随其后，距离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就在他再次回头的瞬间，他突然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声音，那声音似乎来自地下，沉闷、刺耳，仿佛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，你永远都无法离开。小杨猛地停住了脚步，头顶的汗水瞬间涌了出来，眼前的景象似乎开始变得模糊，四周的空气也开始扭曲。那个低沉的声音不断在他的耳边响起，像是一道无法逃避的诅咒，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他闭上眼睛，用力地摇头，试图驱散眼前的幻象。他恍若失去理智般想要逃离这个噩梦，想要逃离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恐惧。但是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他呆住了。四周的景象没有任何变化，他仍然站在那条小道上，依旧是那块熟悉的石板，那棵歪斜的老树，那栋破旧的建筑，每一个细节都和之前完全一样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。他努力地回想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确定自己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。小杨他突然听到自己低沉的声音，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意识力像是被扯裂开来，头痛欲裂。他猛地转身，
看见那个模糊的身影依旧在远处站着，眼神冷漠空洞。那个人的脸依旧模糊不清，但小杨的内心深处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那个身影是他自己。不，他低声的喃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退去，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不是外界的某个人影，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恐惧的化身。一阵冷风吹过，四周的景象似乎突然变得更加扭曲，混乱的思绪开始在小杨的脑海中翻涌。他想要逃离，但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自己。每一次闭眼，每一次睁眼，四周的一切始终没有改变。他仿佛深陷一个永无出路的迷宫。小杨，你永远也无法离开。那低沉的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，带着无比清晰的警告。他终于站住了，背靠着那棵树，浑身颤抖，眼神迷离。他开始明白，或许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也许他早已迷失在一个无法回头的世界里，无法辨认出现实与幻觉的界限。小杨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急促，空气中弥漫着无法逃避的沉重气氛。他的心跳如雷鸣般在胸口轰鸣，耳边的低语声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每一声都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，直击他的灵魂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这不再是普通的迷路，而是一场无法挣脱的噩梦，一种超越理解的困境。他已经陷入了鬼打墙的循环之中，每一个他试图走出的路口都像是早已被设定好的圈套。他走过的每一段路，每一次转角，无论如何努力都会回到原点。刚才经过的树木、墙壁、路标亦再次出现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。那种熟悉的景象反而让他感到更加强烈的恐惧。这里的时间、空间，甚至是他自己的存在，似乎都在失去意义。小杨，冷静下来。他重复着这句话，试图让自己不被恐惧吞噬，但他的声音却在空旷的夜里显得异常虚弱。冷静，冷静。但内心的恐惧让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。他低头，发现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重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胸口。黑暗中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注视着他，冰冷的目光让他感到毛骨悚然。那种被监视的感觉像是无形的绳索，逐渐将他束缚。忽然，脚下的地面轻轻震动了一下，仿佛大地也在与他共鸣。震动是那样微弱，却足以让他身体一震，心跳骤然加速。随即，一阵低沉、无法分辨的低语声悄无声息地传入他的耳中。声音不像是从一个地方传来，而是无处不在，像是从地下或者从他内心深处传出来的。不要停！那声音犹如诱饵，低沉而魅惑。小杨的神经几乎崩溃，他的视线开始模糊，脚下的道路似乎开始变得弯曲扭曲，仿佛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变得不可理喻。每一步，他都仿佛走入了更加深邃的黑暗。恐惧开始慢慢侵蚀他的理智，让他变得越来越无法分辨现实时空的界限。就在他几乎要崩溃的时刻，突然，前方传来了一丝熟悉的身影。那是一个人影，背对着他，站在不远处的路口。小杨愣住了，几乎是下意识地迈出了步伐，走向那人影。他的内心突然闪过一丝希望，那人影的轮廓，他记得，那是他的朋友小李。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，仿佛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。小李，他急促地喊道，声音充满了渴望与焦虑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能帮我出去吗？小杨的心跳加速，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小李的肩膀。他几乎是以一种绝望的、充满求救的姿态冲过去，手掌碰到那熟悉的衣服。可是当他猛地将手拍打到小李的肩膀时，他的手却穿过了那个身影。他的眼前一片空白，世界突然静止了。小杨的心猛地一沉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。那人影毫无反应，像是空气一般空洞无物。他的手穿过了那个人的身体，仿佛并不存在。整个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重量，剩下的只是空无。
小杨几乎要窒息了，他无法呼吸，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。那个他以为是真实的小李，竟然只是一个空洞的幻觉。他的眼前瞬间一片黑暗，那声音又开始回响，你永远都无法逃离。他跌坐在地，脸上流下了冷汗，眼前一切模糊不清，身体被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感到一股强烈的恐惧和无助，这一切并非他所理解的现实，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，是他自己的幻象，是某种无法理解的力量制造出来的错觉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迷路，他已经被这片土地、这条道路吞噬，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每一个他试图摆脱的路口都是一座无形的牢笼，每一个人影都是他无法逃避的幻觉。他的心已经开始无法承受这些幻象的压力，理智的防线早已崩塌。不，小杨低声说，几乎是崩溃的哀求，我要出去。然而四周的景象依旧不曾改变，他仍然站在同样的路上，那条永远无法走出的循环里。小杨的内心几乎已被彻底吞噬，恐惧与绝望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将他牢牢束缚。他站在那条寂静的小路上，四周的黑暗愈加浓重，仿佛天地间的每一寸空气都在吸取他的生命力。每一声低语，每一次目光的交错，都是他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在回响。他曾试图逃离，曾无数次的用脚步去挣脱这个无尽的迷局，但每当他以为找到了出口，前方的道路依旧如同一条封闭的铁轨，始终引导他回到原点。他的思维在这一刻几乎无法承受这种精神上的重复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困在某种无法逃脱的循环之中，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突破这片土地的诅咒。小杨蹲下身，双手抱头，几乎崩溃。那些过往的记忆如同影像般一闪而过，朋友的笑声，拍摄的计划，车灯远去的身影，一切都仿佛发生在另一个世界。他眼中的世界开始扭曲，黑暗与现实的边界模糊不清。那个曾经的旅行爱好者，如今只是一个被困在鬼打墙中的孤魂。他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道路，突然觉得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从背后传来。小杨迅速回头，心中一片恐慌，他的呼吸急促，手掌微微颤抖。又是那个身影，那个人影，依旧空洞无物，但却无比清晰。他站在远处，依旧是那个他无法辨认的他，或者说他。你，小杨低声问，声音里充满了颤抖和绝望。你是谁？那个身影没有回答，依旧无声无息地站在那，眼神空洞无神，却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感。小杨缓缓地后退，他的意识渐渐涣散，脚步不再清晰，仿佛是穿越了一个永无尽头的隧道。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无法抓住任何一丝线索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早已经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这片诅咒土地的另一部分。那个他，其实就是他自己。他是他无数次走回原点后的影像，是他在无尽恐惧中遗失的灵魂，是被这片土地吞噬的另一面。正如他一直以为自己在逃避，但实际上他从未离开，他早已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，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走出的迷失灵魂。小杨的声音渐渐变得低沉，几乎被黑暗吞没。那个他所看到的鬼影开始变得愈发模糊，最后消散在夜色之中。他的眼神失去了焦距，站在原地，仿佛变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。在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路口，那条无尽循环的道路上，每当黑暗降临，依然会有陌生的身影走进这条路，但谁也无法知道下一步他们是否会像小杨一样，永远迷失在这片鬼打墙的死循环中，留下的只有一个永远无法走出的小路，寂静的黑夜和那条无尽的道路。小杨的声音早已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究竟是他走到了尽头，还是这片土地将他永远锁在了其中？这一切都成了谜团，悬而未决。更深的恐惧是，每个人或许都在某个夜晚，某个不经意的转角，成为下一个迷失的人。
在那片无法逃脱的阴影中，每一条被遗弃的道路都充满了未知的恐惧。每个人可能都在某一天，像小羊一样，迷失在这片鬼打墙的死局里，无法再寻回出口。